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 啊。今天太大声了是不是？你被我吓到。我看你抖一下，我看你抖一下，太大声了。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 啊。我们今天服装很特别啊，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约会，然后呢，刚刚去吃了这个非常好吃的，这个叫什么？Joy 什么享美食什么享 A Joy， 反正一个非常高级的自助餐啊，非常的推荐给大家。那在上一支的 YouTube 影片呢，很多的观众都在问这个 Pete 和豆杯到底什么时候出第二集？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来看第二集的手牌内容，那我们就直接看下去。700。这后面的字多少？8600。这是什么特效？然后被杀高了。Q。下班了。下班了。好，那刚刚前面的第一手牌呢，翻牌前我们看到的是子琪在 low 价位的平跟一个 K8 不同花。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个手牌在这边的话，平跟有一点太宽的范围。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要玩的话，可能会玩一些 K10 不同花，或者是同花 K 我觉得平跟可能都还算合理一点。他的下一家就是这个 Vic 拿到了 AK 同花，选择了加注，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加注。那我觉得这个加注尺寸呢也是非常的好，大约在3到4个大盲都是合理的范围。Sean 拿到了1对 Q， 选择了3次下注到2000，那我觉得这个尺寸也选得很好。原因是因为它后面的筹码量呢没有投入到太多，也就是说它的范围里面还是会有一些3次下注之后的弃牌范围，然后也不会到套子，所以我觉得这个2个人的加注尺寸呢选的都非常的有水准。那当然这个弃牌到这个 Big 之后呢，他在想这边显示他在计算这没什么好计算嘛，就是他在这个地方，我认为如果说是一对 J 以上的对子或者 Ace King， 应该都是非常轻松的 all in。AK 也属于在这个简单 all in 的范围里面，所以他想一下之后就 all in， 那1对 Q 当然就是跟注所以这个牌呢，给谁来打呢？我敢说都是一样的结果。那翻牌当然就是2张 A， 基本上翻牌之后呢，我觉得是没什么特别了。那我觉得翻牌前的动作呢，2位玩家都表现出了应有的样子非常的好。终于有战体了。这个牌其实很简单对，相对简单。对，至少这个加注尺寸没有太低。是。休息期哦。我说他想修理我们。好，翻牌前 Shark 加注应该是 low 价位，然后 A8 梅花，然后大盲位的子琪选择了抵抗90不懂花。好，选择领先下注。大哥想买子学校了。买到了，买到了。
哦，加注哦，这个河牌也知道不能用跟的哦。点哇 A8 ，A8，转账， A 嗨，子琪一定有东西哇吧？想不到我们扑克的员工水准这么高吧？好，首先呢，这个翻牌前啊，这个 low 价位的 A8 梅花加注绝对是没有问题。那大盲位的跟注呢也是合理的。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这个翻牌啊 Q2 黑桃方块10，然后大盲位的领先下注。那领先下注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问题啊。对于子琪来讲，他可能觉得说啊，我中了一个中间的对子，然后我就想要下注。但以一个预设策略来说呢，翻牌前的玩家在这个范围呢是有一个范围的优势，所以预设策略来讲呢，大盲位会是过牌比较多，反而不会选择下注。那如果说大盲位要下注的话，应该会是一些比较低一点的翻牌，比如说346、457啊，比较大盲位比较有多的这些2对或3条或顺子的机会的时候呢，才会有一样这样下注。所以呢，我觉得翻牌的策略呢，子琪他应该要过牌，但是他选择了下注。但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还可以接受的策略。原因是什么？他就有牌，我就下注嘛。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 Shaq 就想要拿一个 A8 的梅花在这边。如果我是他，我应该会直接的放弃。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范围里面有太多，比如说10J、QJ、KQ、KJ、AK、AJ 之类的手牌，都很轻易的可以继续，甚至是1对8、1对9。那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他是 S high， 他没有太多的后门，也没有后门同花的话，我觉得A8 是一个太弱的继续的范围。他如果今天跟注的话，他的转牌或者是合牌，他的策略里面一定会想要做出一些炸胡的几率，要不然的话，这个牌单纯是跟注的话，我觉得他很难到摊牌，他也很难获胜。然后转牌呢是2位玩家都过牌，那我觉得很合理。那合牌呢，这个时候可能子琪不知道，也有可能他知道啊，所以呢，他选择了下注啊。然后呢，他下的注码我觉得也挺好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阻挡下注500，他希望说被对手的1对8、1对7啊，真的是什么 A2、A5啊那种中对底对跟注，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他下了一个很小的注，然后呢，这个时候呢，Shaq也知道啊，这个 S high 啊绝对是不会赢的嘛，他也没办法用跟注的嘛。这手牌他要么就是弃牌，他要么就是加注，所以我觉得是逻辑是 OK， 只是他加注的尺寸有一点小，加注到2000。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可能会加注到更大，比如说3000或4000，至少我觉得成功的机会会大一点。然后可能适合的牌面也是合牌，如果是 K 或者是 J， 那我觉得更适合做这样的动作。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合牌的炸胡，我们是希望合牌帮助我们比较多，那我们才会做这个加注的炸胡嘛。那如果说合牌是没有什么无关紧要的，那我在想这个成功的机会可能也不大高。所以呢，这个加注之后呢，我比较意外的是子琪他觉得2000啊，好像也蛮便宜的。然后我有一个中队，我就跟看，然后也跟对了这样子。有可能他早就知道了，对不对？他早就在等 Shaq， 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这2位玩家这手牌看得出来，他们的水准呢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所以呢，我觉得这手牌我是蛮意外的。这个90打得蛮好的，这个 A8 也知道不能用跟的，所以我觉得挺不错的。买到子琪的笑容了，买到子琪的笑容。我应该是看完到合牌都做完动作，我再来讲嘛。好。这是在干嘛？啊？这是跟什么？他看错牌啊！10嗨抓账，又来了。他很镇定的扣10嗨过嘛？这个不对吧？过嘛，这叫过嘛？有时候人家说英雄难过美人关，虽然我不是英雄，但他赢。这是什么？他在撩他啊！这样可以啊？刚刚是告白不对。
我都已经10度把它拉开来做效果。我都想到特效哦，做效果嘞，子琪会上靠北扑克吧？我会告他。我会告他。所以我要认真的讲这手牌。认真的。哦，翻牌前啊，小盲位第一个70不同花在小盲位是绝对不能够弃牌的一个手牌，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他有做对，他这手牌他没有弃牌。那我觉得比较好的策略呢，可能平跟多一点，然后加注的频率会少一点，然后他也选择了跟注，所以我觉得挺好的。那大盲位的90不同花呢，绝对没有必要加注。第一个它不够强，第二个它也没有弱到可以需要拿来炸胡。我觉得大盲位在这边面对小盲平跟的炸胡手牌，可能会是一些什么48、29不同花，比如说12不同花。原因是因为这样子的手牌在翻牌后，基本上你很难处理，你没有顺子听牌的机会，你中了一个底对，你也不是很好；你中了一个顶对啊，你的踢脚也肯定是最弱的。那我觉得90呢，就是一个连结性很好的手牌，所以它在很多的翻牌跟转牌其实是很好继续。所以小盲位跟注跟大盲位过牌呢，都是认可的一个策略。那在这个翻牌呢 ，AQ5，我觉得在小盲位的策略里面，他如果今天要过牌的话，他的策略应该是很明显，就是过牌就是一个摊牌价值，譬如说啊，任何的底对，任何的 K high，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合理的过牌。那我觉得70在这个翻牌面的话，第一个就是小盲位的平跟范围比较多 A 跟 Q 的组合，但大盲位过牌的话就是一个100%的范围嘛，因为它是大盲位，然后扣掉前30%到40%预设翻牌前会加注的范围，也就是说，在这种高牌越多的翻牌呢，对于小盲位是越有利。那我们就说了，对你越有利的翻牌，我们就有越高的下注频率。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呢是70在这个翻牌呢，直接下注，它就有机会可以立刻赢下这个底池，因为他就算过牌了，面对大盲的炸胡，你70也是不能跟注，所以这些手牌就是如果我不能抓炸胡，但我觉得我自己的炸胡的成功率很高，那我就主动的炸胡，我觉得这是一个逻辑。那翻牌过牌当然这不是什么问题啊，然后2位玩家都过牌啊，转牌1张6的话，我觉得2位玩家也过牌没什么问题。那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合牌子琪中了一个7，那我觉得他很明确的知道，在翻牌跟转牌都过牌的时候，其实对方有 A 跟有 Q 的机会非常的少，那反而会是一些感觉有摊牌价值的，譬如说是 K high 或者是底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强有可能出现在大盲的范围里面，所以他也知道，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子琪知不知道，我觉得他知道他很有自信的下注一个800然后呢，他也预期可能会被任何的5、任何的6，甚至是 K high 跟注，所以呢，他这个价值下注非常的好。但是呢，我猜他一定没有预料到会被90不同花跟注这个我在猜没有人猜得到。哇，这样就让你猜到我要再来一次，那我还有什么面子啊？那怎么得了啊？是啊，我真是太傻了。如果说90在这个合牌，要么就弃牌，他要么就加注，因为他的范围里面有可能会有48，有可能有34，有可能有89，甚至有随机的5-7合牌2对。那这些合牌都是一个可以加注的手牌嘛？那当然炸胡的手牌，我觉得就是这一些没有摊牌价值，然后又不能够跟注的手牌。但我觉得就是一个基本上在这个台面上，你没有摊牌价值又没有对子的手牌，其实真的不多啦。所以90大概就是一个最弱，23、24、34还不是4嗨34也是顺子，所以他其实拿这些最弱的嗨类的手牌拿来要做一些动作的话，我觉得是加注比较合理一点。然后最不合理的就是合牌的跟注啦，好不好？那我就说了嘛，他也讲了，他就是这手牌看得出来，他们的水准呢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就是要撩他，在买笑，在做效果。最不合理也不是跟注，是撩妹。对。那小朋友问一下这手牌内部员工谈恋爱是可以的吗？我不知道，不行吗？要问加分呢。那如果小 P 你今天是在 Shake 的位置，然后你的上家做一个你很欣赏的女生，你会不会跟注就是？我为什么要跟注？我就加注我不会跟注好，下一手牌。我也没看牌没有出现手牌，没关系。好 ，low 价位加注，2位玩家跟注，翻牌68都过牌。
下注一个跟注。好，可以。它有多少？10600。要想多久？有这么痛苦？你会不会以为你是同痛苦啊，这个效果十足。我以为是同花嘞。大我2张啊，大我2张。这不会。跟这不知道会不会啊？对啊，很像冤家牌。啊，想5分钟这么久、哦？啊？好了，扣。扣了。哦，你是啊？我是10啊。这干嘛？我转炸虎啊。想想那么久哦？对啊，这有什么好想的？还熟弱我哎。这有什么好想的？骂人的吧？这没什么好想的吧？是啊，这没什么好想的。这没什么好想的啊。我秒扣。这不用想。这还要想？有一大码。好安哦。秒扣扣到了。没有，我以为他是10X，我以为他是。现在300、600。好安哦。你是转账，你是明确转账。我觉得他可能，我自己觉得他很 cap 啦。因为我觉得那个 River 花不会 check 嘛。啊。对啊。算了。哪一个？没有，他的应该是他 River 他自己有讲完，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也没什么，就是被咬到。好，那翻牌前我们先讲一下，low 价位加注，然后小盲大盲跟注，然后先讲一下翻牌前的手牌范围，因为我不知道 low 价是什么牌啊，不重要啊，重点是小盲跟大盲跟注。那翻牌是68，2张梅花全部都过牌，然后转牌呢是一张梅花2，所以是第3张梅花出现。小盲呢选择了一个满帕的下注啊，比满帕多一点啊，下注5000，然后大盲位跟注。那合牌的话是一张黑桃 J， 然后小盲位过牌，大盲位的玩家浩哥选择了 all in。那浩哥他在他有开牌嘛，就是他是 K10，反正 K10 all in， 然后 Q7 同花在就是梅花2张梅花选择了很想就这跟注。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第一个 Q7 梅花翻牌前可不可以跟注呢？我觉得不行，我觉得小盲位对上 low 价位至少要是 Q8， 我觉得很边缘，但我觉得 Q9 以上可能是合理的范围，所以他不应该玩这个手牌。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合牌的 K10转牌跟注绝对没有问题。然后合牌需不需要炸？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他今天的 K10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合牌是很明确的，可以赢非常多的手牌。比如说，任何假设这个小盲位可能有一些什么 A6、A8 带一张梅花 A， 他可能觉得我有中对子，我还有同花听牌，但是他的对子都不会比 K10 来的强嘛。也就是说，这个合牌的 all in 在我的眼中，我觉得有点太浪费。如果说他今天是什么8-9带一张梅花9，然后转牌跟注合牌 all in， 然后想要炸胡掉一些你知道吗？比他还要强的范围，那我觉得合理。但我觉得 K10 绝对没有必要炸胡，他不需要去转炸胡，原因是因为这个手牌就太强，就是以炸胡来讲太强。你有一个很强的牌，我觉得 K10 在这个面对合牌小盲的过牌，我觉得他是非常强的，就是我想不到小盲位有什么牌转牌可以下满帕，然后合牌 check， 然后还输你。其实没有，其实 K10 都赢。他比较担心的是合牌，如果小盲位 all in，我觉得 K10 很难，相对来比较难一点。但如果说合牌过牌的话，我觉得哇，这很明显就是一个考虑价值下注，但这个合牌跟这个状况可能不适合。那我觉得小盲位可能有一些他只赢一手牌Q10 同花90，我在讲90都不一定可能会这样打，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过牌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有足够的赢率，他不需要去炸胡，因为他炸胡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炸胡的定义是说，我下注，我希望对方把比我还要好的牌给弃掉，这才叫炸胡的定义。但我们在想，在这个状况下，合牌有什么牌是可以炸胡的掉，或者是需要炸胡？但我觉得这手牌最不合理的地方，应该不是 K10 啊，是 Q7，他想太久，原因是因为说 A 花跟 K 花，但不大可能嘛。我的意思是你赢太多，我认为大盲位看到你过牌，他任何的2对
它都是 all in。任何的2对3条，甚至是 A 这一代梅花 A， 我觉得合牌可能都是一个 all in 拿价值。原因是因为它能期望被更弱的，比如说 A10、K10啊，任何的90啊，任何的这种翻牌的顶队去支付它的下注。所以我觉得最不合理的就是他被 Storo 啊，他也讲他这 Q 花啊想什么啊 ？Q 花就非常大的手牌嘛。好，所以这手牌，这手牌就几个点啊。我第一个就是 K10不需要炸胡，然后 Q7 翻牌前玩了一个太宽的范围，然后 Q7 合牌，不知道在想什么啊，大概就是这样。第2集比第1集严格很多，会不会到第10集？严格一点，这有什么好讲的？这有什么好讲的？所以喜欢这一集的内容吗？我觉得不错啊，但我觉得3手牌有点太少，可以多拍一点的手。4手吗？哦，4手牌。网友在留言，4手牌有点太少。这集有点水。好，以上就是汉斗杯第2集的手牌内容。如果你对于这支影片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啊。如果说你想要投稿手牌，问我手牌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啊。记得一定要订阅、分享我的频道。我是小 P， 大家拜拜。对啊，我被 slow 过了，真的有点啊，干那有什么好想的？这就是没有了，开玩笑的，开玩笑。